近日，俄军再次猛烈袭击了位于扎波罗热的马达西奇航空发动机厂。这是继乌克兰宣布没收中国投资，将马达西奇给国有化之后呢，首次遭到的严重攻击。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俄罗斯对扎波罗热地区乌克兰所占领的那一块区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打了军队的军火库一些变电站等基础设施。其中呢，这个马达西奇飞机发动机公司呢，肯定就是重点打击的目标了这次主要打的呢是它的生产车间，还有工厂的水电设备等等。看样子呢是要再次瘫痪马达西奇工厂的生产能力。说起这个马达西奇公司当然是国际上著名的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它是在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市，这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这个老底子演变发展出来的主要为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提供着动力系统。在苏联时期这非常的厉害那产品就出口到90多个国家，素有这个苏联航空工业心脏之称。后来呢，这马达西奇公司呢还开发出了中小推力的涡扇发动机。你看这个马达西奇搞的这个 AL22225型小的这个航发，那是雅克130和我们的教练石选用的发动机。马达西奇的 AL450型航空发动机呢，以及这个无人机的配件呢，就被土耳其安装在了他们的 TB2 等无人机上。那这 TB2 在俄乌冲突之中，那可以说是立下战功把俄罗斯打的是很头疼。马达西奇呢还负责乌克兰政府军武器装备的维修工作，那自然就成了俄军的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狠狠的打他。那我说为什么他说再一次要瘫痪他呢？其实大家还记得吗？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俄军就第一次用巡航导弹打了马达西奇的生产车间和它的零部件以及成品仓库，还有很多设备，当时就被毁掉了。乌克兰这一看这是很重要的地方那赶快就紧急整修了将近5个来月吧，在10月份的时候才恢复了生产。当然也是部分恢复生产这你看开工不久，新一轮的轰炸估计又要让马达西奇工厂陷入瘫痪。近来呢，俄罗斯是连续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尤其是这个电网和变电站大约已经有40%的电网被损毁。乌克兰那边说有的地方可能损毁量都超过1半，但是整体评估来看可能是在40%吧。而且被打掉的这些地方现在是很难短期内修复，这就削弱了乌克兰的战争能力现在再去打这个马达西奇，其实就是让乌克兰失去造血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比直接打击乌军造成的这个破坏还要大。我们收购马达西奇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期间也历经了很多波折。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就多次要求乌克兰尽快把我们中国投资这件事儿给处理掉。11月7号的时候，泽连斯基就宣布将马达西奇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那不止他一个就有好几个企业呢收归为国有。这就意味着我们收购马达西奇的这个进程被强制中断了，而我们的一些投资自然就被没收了。当然了，咱们说俄罗斯这一次再去打这个马达西奇和咱们投资这个事儿是没什么太大关系，它就是为了削弱乌克兰的战争能力就算是咱们现在是马达西奇里边咱们有股份，那估计俄罗斯也会照打不误。俄乌冲突爆发直接受害的当然是俄乌双方还有欧洲了吧，我们在欧洲的利益也必然直接或者间接的受到损失。